好近哦。No más。早安，又是一个非常早的行程，大概早上6点左右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追海豚，对，今天就是一系列的海上行程，会去追海豚，然后跳岛，简单的浮潜。我们包了一台船，那这台船呢，一次的价钱是4000匹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跟着船夫一起上海喽。是上海吗？是上海吗？出海喽。OK，Let's go。很神秘的小巷，感觉过去又是海洋了。没错，穿过那个小巷以后呢，就是一大片的海洋了。那在出海之前呢，每位旅客都必须要填写基本资料，才能成功的出海哦。但是正当我开心的享受这片海洋时，一个小插曲却发生了。船夫呢，在已经收完我钱以后呢，突然跟我说：“我们没有提供浮潜的面罩，你要自己去租哦。” No más。当下我真的是超级傻眼的，因为当天跟我们接洽的人员跟我们说，所有的费用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，但他现在突然就跟我说，我要自己再额外付钱。你们应该可以看到画面里的我有点傻眼，然后我也有点生气，就回问他说：“你没有准备吗？这不是你应该要准备的吗？”那他也看我有点生气，以后后来就决定说，那他会去帮我租，帮我准备。我觉得大家在参加这种自己找的行程时啊，可能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观光客可能语言不通啊，或是不太了解实际的情况，那他们就会想尽办法的想要敲诈我们。那如果说你们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，会建议你们就直接跟他 argue 哦，因为一开始游戏规则就讲得很清楚，但突然改变，其实双方的感受应该都是不太好的。好啦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要出海喽！超可爱，海星欸，看到吗？就离我这么近，你看这里有海星哎！我们的船到了，绿色的。这台是我们包下的船，它的两边有这个支架，所以它叫螃蟹船，因为长得很像螃蟹。像有些那种海岛地方啊，它这个支架上面会放网子，然后你就可以坐在支架上。但因为我们坐的这个船是比较小的，所以应该是没有办法。这坐上去可能会直接跌入海底，酷毙了！准备出发，超级多船的。我们的是人工船，天已经亮了哦。我旁边这位。他的身体已经全部都是泥巴了，你看后面超美的，有没有日出？然后配上海面，跟在船上的我，好恐怖。还蛮多人包船的，可是别人都有救生衣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是我们看起来比较安全吗？海的颜色开始变了，我们现在是浅浅的绿色，然后往前一点就变成深蓝色了。我们成功抵达巴黎卡萨岛了。巴黎卡萨岛呢，是位于薄荷岛附近约30到40分钟的船程的一个小岛。那它呢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被黑珊瑚礁所围绕的岛屿，再加上它有超级大断层，从20尺直接掉到3000尺，深不见底的海底奇观，所以也受到非常多潜水者的喜爱哦。那因为我不会潜水，所以我今天会用浮潜的方式带你们一起去看这个丰富的海底世界哦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高度有够低，我们还要躲螃蟹船的支架呢。接着呢，船夫就会滑到一个指定的地点，然后我们就跳下水喽，一起来看看这个美丽的海底世界。Hello， 好多鱼哦！但是当天呢，因为天气不太好，所以水底下呢都是雾雾的，但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非常多不一样的鱼类哦。但就在这时，悲剧发生了。我突然觉得好晕，然后接下来我就一直呈现于现在画面上的这个状态，晕到一个不行，再也起不来了。然后我们就一路这样子窝在船底，直到上岸。你们可以看到画面里的我脸色有多么的惨白呀！看来真的是不行了，我要回岛上休息了。
这趟跳岛之旅实在太精彩了。从一开始呢被船夫敲诈，接着想要看海豚，却一直都没有看到，因为天气实在太差了。然后呢，虽然看到了美丽的海底世界，但是后来大晕船，连起来走路都有困难，真的是精彩绝伦啊！但不得不说呢，这个岛屿啊，算是一个蛮完善的岛屿，不管是你要浮潜的用具啊，或者是一些饮食的摊贩啊，都非常的齐全哦。如果说想在这里待上一天，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哦。好啦，那我现在也休息够了，我要去觅食喽。它的餐具好可爱哦，那个包装看起来是自己做的。我们的餐点来了，我点了一个菲式炒面，然后我觉得它炒面超特别的，它的搭配是鸡蛋，然后配炸鸡跟高丽菜，3个互相搭配。哎，不对哦，你看它的鸡肉有2种，这种是炸鸡，然后还有一种，这叫什么鸡啊？这是鸡胸肉，好特别哦。也太多料了吧，好好吃哦！对，乌醋加上酱油，然后拌在一起，好清爽哦。鸡肉给的蛮多的哎，菲律宾养的鸡都好好吃哦。虽然是鸡胸，但是因为它有处理过，所以也没有到很柴。Thank you。我们又点了一份韩式炸鸡翅，我选的是哈尼口味的，好吃哎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那个酱有一点点肉桂味在里面，但它算是蛮甜的口味哦。如果你不喜欢吃太甜，可以选另外一个有辣的。总共是5只，哎，这个本来不是一组的吗？这样会不会有点小诈骗？这样其实只有2.5只鸡翅而已。你看，这个鸡腿不是跟这个就配成一个完整的鸡翅嘛？然后这个鸡腿跟它不是配成一个完整的鸡翅嘛？然后这是半个鸡翅，小诈骗哦。啊，但是还是很好吃，因为它价钱也没有很贵。不要怀疑，这不是禁止画面，是我们对于这道料理感到非常的疑惑，因为跟我们想吃的菜好像落差有点大。下一道来吃看看，菲律宾的酸辣汤。然后它有超级多的料，都是一些新鲜的蔬果，应该吧？就是感觉是没有滚过，就是稍微丢下去过个热就起来了，有点像薏仁浆，好难形容哦。就是它明明是一个很清爽的蔬菜汤，然后它加上了醋，然后就变成酸酸的蔬菜汤，有一点点像酸菜白肉锅，可是又没有酸菜白肉锅那么的清澈，它是有点小浓稠的，应该是因为它加的料，会让汤变浑浊的关系，但味道是好的，非常的在地口味，在台湾吃不到的味道。如果有来也可以点来试试看。推推，蛋片，吃饱了。我们今天吃了3样东西嘛，就是一个炸鸡，然后一个炒面，然后跟一个酸辣汤。这家店吃下来啊，虽然它离那个阿罗那地区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，我蛮推荐你们可以来试试看的。第一个，它 CP 值蛮高的，就是每样东西分量超级大，然后价钱又，我觉得以就是整个岛上来说算蛮便宜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很有度假的一个氛围，这样子，就是在这边吃饭可以很放松。虽然它没有冷气，可是就是有外面的凉风加上它的电风扇，其实我觉得也是还蛮足够的，不会到让你边吃边流汗。然后这里的店员啊也都非常的热情。如果想要体验道地菲律宾料理，可以来 After State 试试看哦，推推。等一下继续前往下一站，好，还不知道去哪里，待会见。后来我们哪里都没去，下一集呢，我要带你们去农场一起亲近小动物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和山羊的对决，为什么最后会让我吓得屁滚尿流。